菜头粿呢是本地非常著名的潮州小吃。那菜头粿呢可以分成白派跟黑派不同两个炒法。这白派的炒法呢是用了这个鱼露来增香提味，黑派的啊我的最爱，则是用了黑甜酱呢来增加它的那个甜味。那就有人这么说，早期的菜头粿呢里头是完全没有萝卜的成分的，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那在本地啊，是先有这个黑派的菜头粿，还是白派的菜头粿？那古早味的菜头粿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滋味的呢？Hello, Chef. Hello, Brian.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 Mandy， 我是一名糕点师傅，入行已经12年了。身为一位厨师，我觉得对每一样食材都必须非常的尊重。通过还原古早味美食，让我了解到前辈们如何物尽其用，即使碎米也能做出好滋味。Is that carrot cake? Yes, you said you want carrot cake, no? 你知道我们指的 carrot cake 啊，其实是菜头粿，在新加坡呢，非常著名的一道潮州式的一个小吃啊，有黑派的，有白派的。不过你的这个是洋派的。他们有跟你说我是个甜点师傅吗？所以这个是我的，这就是我做的啊。Actually， 我也会想到这个来。其实哦，我要的那个应该不是叫做 carrot cake， 应该叫做 radish cake 嘛，对不对？对呀，在我的家乡沙巴，只有那个点心餐厅的那个版本。广东式的啊，是的。啊，那种煎的啦。是。那其实，在很久以前，我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呢，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就问我说，他说，我们去吃 carrot cake。我就说是 carrot cake 来当午餐嘛，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呢？因为你通常是不会这样子做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带我去到一个摊位，然后那摊位是没有卖甜品糕点，它是卖炒的，有人在前面炒。原来在新加坡菜头粿的英文名字叫做 carrot cake。你去的那一档啊，你还记得是哪一档吗？之间有一点久远哦，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在红山那一带的。那么巧啊！今天我安排带你去拜访的这位摊主啊，他呢是在 Bukit Merah View 那边的。当你了解多了之后呢，最后啊，当你要还原，就是这个古早味的这个黑白派的这个菜头粿呢，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Chef， 白的黑的？白的。老板，一盘白的，一盘黑的，谢谢。Brian， 这个真的很像我第一次在新加坡吃的那个菜头粿。所以那时候是哪一年啊？你还记得吗？2000年。OK， 那肯定就不是古早味了。而我知道的呢，坦白说，也不是那个古早味。不过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我应该是4、5岁吧，就是这样子黑派的哈，要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一定要有蒜蓉，有菜脯，然后有黑焦糖嘛，具带一点点的苦。我们找老板跟我们聊一下。好 ，OK， 因为他对这个菜头粿的这个历史啊，有一定的了解。老板，来，有没有空过来坐一下？可以。来，每次我来找你都是为了这盘东西啦哈。我先介绍这个朋友给你认识，这位是 Chef Mandy， 先让他心服口服一下啦哈。你们这间店从什么年代开始营业的74年。74年。哇。OK， 那我问你，先有黑的，还是先有白的？以我从我的年纪来算来讲啦，都是黑的，没有白的。白的是后来才有的，黑的要叫茶桂咯，桃粿啊，因为桃粿是真的是没有萝卜的，过后人家就改良，觉得说放了萝卜会更好吃、更香这样哦。所以说我们开始做的时候，父母亲开始做就开始有放萝卜了。
连放了白萝卜了过后，我们又自己再放多一些红萝卜下去，会点缀。哦。现在我们已经肯定了一样东西，以前呢不是叫做菜头粿，它是叫做炒粿。然后那个粿本身呢，里头是没有菜头的，纯粹就是米浆。不过因为60年代呢，白派的就进来了，然后那个粿本身呢就开始加进了菜头。久而久之呢，每个人呢开始吃的时候就很笼统的就把它叫做菜头粿，也不把它叫做什么炒粿啊还是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原乡的潮州的菜头粿，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可能我不懂。在中国广东省潮汕地区，菜头粿指的是方块萝卜糕，通常是蒸成圆形或方形的一大块，再切成长方形的小块，下锅煎至单面金黄。在汕头市有一种名为炒糕粿的小吃，将白米浆逐层加热蒸熟，接着冷却之后切成片，再下锅煎至两面金黄。跟着加入鸡蛋、生蚝、鲜虾、青菜、沙茶酱等等配料翻炒均匀，即可享用。应该是从60年代、70年代这样，才开始有卖那种白的，因为白它的米粿会弄软一点 OK 用鸡蛋去包，所以说它里面的粿是全部没有放到甜酱，就是有鱼露、菜脯、蒜头这3样，一定要用鱼露，因为鱼露才会带香。老板，那刚刚我们就讲到那个菜脯哦，那这个菜脯是用咸的嘞，还是甜的嘞？要用咸的咯，吐出来比较香的味道。现在方便很多了。70年代我跟妈妈一起做，是买那种菜脯一条一条的来切幼幼的，连起来剁剁剁剁，我真的很辛苦。我10多年来哦拍黄老板的档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粿哦是他们自制的嘞。因为他现在炭火也缩小，所以说那个蒸锅也放不下。我们在压刀就是从这样磨的，单单磨20公斤的米啊，就要磨整天。还有真的很辛苦，你买到好米做起来哇很开心，你买到不可以的，拿起来好像浆糊，根本没有办法炒的，人就要推那些垃圾车来倒掉。早上4点多就要5点就要开始做了。我有一个弟弟31岁，不懂是不是做了操劳过度，连过世。他31岁就过世了。31岁就过世了，连我妈妈就伤心说，赚这样多也没有用啊，连他就说尽量的不要做。每一道美食背后，或许藏着令人动容的故事。每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头粿背后，是摊主对于美食的执着，对于食客的用心。Hello， Ryan。Hi Chef Sam。这个是我们制作的黑松露菜头粿。啊，来，请坐，请坐，请坐。Chef Sam，我知道哈，你们这里哈是现代的中式的那个餐嘛，对不对？对。黑松露菜头粿，你的这个黑松露啊是怎么样的黑松露？是那种浸在水里头的，还是只是黑松露的油，还是真正的一颗那个黑松露那个 truffle with shavings？都有。我们制作这个菜头粿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用日本那个白萝卜切块呢，打成糊状，然后再将那个黑松露的整颗切片啊，再加上白松露油做成一个糕拿去蒸。白松露油味道很香。黑松露就是要给客人可以看到，真的是有这个松露在那边。松露在里面。不瞒你说，我是很喜欢吃菜头粿的，可是我又很喜欢松露，所以你已经赢了50%了。
觉得最妙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一想到是黑松露，对不对？你一定会想说，你吃来吃去的话呢，就是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其实不是，哎，一放进口里头的时候，刚你开始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呢就是那个松露它独特的那个香气。然后你慢慢的咀嚼了之后，对不对？来的呢就是你熟悉的那个菜头果的那个味道。你是有煎过是吗？对，我会煎到两面焦黄，要再加那个黑松露油去炒。因为你在吃这个菜头果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表皮有煎过，然后呢，当你在咀嚼的时候有那个咬劲儿在里头，然后当你一咬进去的时候呢，里头是绵绵的。哇，搭配的真的是不错哦。说到这个菜头果啦，有时候呢，他们都会问要不要加辣椒啦？对，黑松露的辣椒我第一次尝试啊。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这个黑松露呢也加在这个辣椒里头？因为白色菜头果它本身都是咸的，如果说我只是放那个辣椒下去的话，它就会盖过那个松露的味道，所以说我会在这个辣椒里面再融入那个黑松露，它味道就会完全融入在这个我所谓的黑松露菜头果。这道菜呢是所谓的有始有终，当然它的那个底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菜头果，不过它的主角呢就是那个黑松露。那黑松露呢就贯穿了整道菜，无论呢是制造那个果或者是酱料的时候呢，这个黑松露都很巧妙的，跟其他的那个材料呢搭配在一起。好 ，Chef Mandy， 现在我们拜访的这摊呢，历史可说是非常的悠久，是创立于1952年。哇！听说档主他爸爸开业的时候呢，他是炒果的，所以呢，或许从他身上呢，你可以找到一些炒果的一些秘诀，而且要用那个古早味的。我非常之需要的。很好。李老板，好吗？好。今天呢，他要来偷师的。OK， 请跟我们说一下当年炒果到底要具备怎么样的材料，怎么样的那种手艺？以前的果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对，用生米做的，然后拿去磨。那时候的米是什么米都好了，不用泰国香米的啦中国的也有。因为我听说了，以前的人呢，他们呢都会用那个米碎是吗？米碎比较便宜。OK， 所以说磨了之后，然后它就变成浆。对，好了就要煮那个开水，就拿来泡那个浆，再拿去蒸。你take over 了之后，你都没有自己做过这个果啊？没有。你们现在的果是哪里做的 ？supplier 拿的。supplier 那边拿的哈。对。李老板，据我所知早期的那个炒果那个形状会不会是比这个还要粗一点呢？会粗一点点。以前的炒果也是这样子来割的吗？不是用鱼线来割了才来发一条。好像很费时对，很多工。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刀呢？比较辛苦。用刀比较容易，用线比较容易。后来你就研发了你自己的这个器材，对，然后这个是形状就比较细一点，对。你现在放的油是什么油啊？猪油吗？不是那个生油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吃生油。不过以前他们都是用猪油的，对不对？对。先把那个果给翻炒是吗？对。你刚才加进去的是什么菜脯啊？菜脯，对。你没有加蒜末啊？没有。可是你爸爸以前有用吗？有。所以你爸爸以前是有用猪油，对，有用蒜末对，也有用菜脯对。刚才你放下去的brown 颜色的那个是酱青，对。那以前他们是用鱼露的，对不对？对。所以你的这个黑甜酱里头是有经过加工的对。是谁的祖传秘方来的？我爸爸。炒果呢，那个火力不可以开太大，要比较温的火力。OK。炒到那个果比较焦一点你再放那个甜酱。OK。甜酱放了也是不可以大火，大火它就很容易烧掉。怎么样你才知道它好了嘞？炒到好像它有一点点够火了就够火对。
差不多要好了哈。我很喜欢吃蛋的，你可以放2粒。以前的人是没有放鸡蛋的。晴天霹雳，以前的人是没有放鸡蛋的，可是我有听说过以前的人会放鸭蛋的哦。对，鸭蛋也有。所以如果以前的人为什么不放鸡蛋呢？有些人要省钱啦，放鸡蛋比较贵，多数自己带来啦。因为以前甘榜有每个人都有养鸡养鸭哦。耶！李老板就这样子啊？对，没有东西给再加上去了。可以要胡椒粉，对。所以你爸爸的时候，他有没有放胡椒粉？有哈。当年的这个炒粿哈，是用什么来吃？是用叉子、筷子，还是用牙签？用牙签，这样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呢，它的形状来的比较粗一些，所以用那个牙签至少还可以拿得到东西。炒粿也是这样子放在盘的吗？不是放乌巴叶是吗？乌巴叶，干黄黄这样子。对。OK， 好。你要去找乌巴叶了。根据文史工作者考证，新加坡的炒菜头粿是由过番南来的潮汕先民以家乡美食菜头粿和炒糕粿改良而成的。他们融入了新马炒粿条的方式，改煎为炒，加入黑甜酱和辣椒酱调味，再经过日积月累的变化与改进，才成为了今日大众所熟悉的炒菜头粿。你副老板啊？是啊。你好，你好。我看得出你这边啊，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这个菜头粿，不同的配料，不同的用料。为什么你这样多白灯的？你喜欢打白边灯的？没有，我们刚开始也是卖这个传统的黑白而已啊。是有一天我是要切那个午餐肉，要拿来炒饭啊，刚好午餐肉切好了，没有饭。OK， 就灵机一动，哎呀，不然拿那个炒粿来加在里面炒出来吃一下，结果出来的效果是很好，味道又很好。就从那次开始啊，我就研究很多新的口味了。当你开始这样子卖的时候啊，哪一个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受欢迎就是午餐肉，还有麻辣。像这个麻辣的酱啊，是你自己调配出来的吗？对，所有的酱料都是我自己调出来。我自己炒出来的。好，听你这么一说啦，我一定要得试试看了吧。我去那边做。OK。在桌上呢，现在就有3种不同样的这个白派的这个菜头粿，分别呢就是加了午餐肉，然后麻辣呢，还有这个呢是黑胡椒的。所以我先从最基本的，就加了午餐肉。首先看那个午餐肉哦，还好啦，它是有油炸过的。因为午餐肉里头的肉啊没有那么硬，只是外面的呢比较脆，因为它有油炸过，它整体呢是非常的顺口。这个黑胡椒的，据说啦，这个老板啊把那个华人的那种胡椒粉，再加上啊那个西式的那个 black pepper sauce 的做法呢，再加上这些 button mushrooms， 就勾起了这样的一个酱汁。搅拌的时候呢，那个黑胡椒的那个味道呢就来了。它的是甜的哦，口感就好像你去吃黑胡椒螃蟹，螃蟹的壳已经剥开了，然后那个螃蟹本身的肉哈有点软 ，to pair off pepper sauce 跟菜头粿在一起，不错，这个构思我可以理解。好，先闻一下，闻一闻呢，的确呢就是那个麻辣的那个香气啊，不过呢闻起来呢不是很呛，试试看哈。西式的吃法，当你吃某样东西的时候，那个味道如果很重的话呢，他们都会来一个 palate cleanser， 就是让你清除一下你口腔里头的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黄瓜呢，真的是派上用场了。比如说你吃了好几口啊，这个麻辣味，吃了黄瓜之后，它就会让你的口腔呢就比较清新，然后可以继续吃下去，所以那个麻辣的味道不会那么的腻。我觉得喜欢吃麻辣的人呢，比如说要过瘾啊。这个会是你最佳的选择。
Hello Chef Mandy。哎，Hello Brian。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个摊主呢，他呢是有这个听力障碍的，不过没有关系，他会读唇语。很好。OK， 那据说啊，老板的爸爸呢是早期啊把这个白派的菜头粿呢发扬光大的其中的一个人。今天呢，你就可以跟他偷师。Hello, Mr. Go. Hello, hello. I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some pictures to show us. Thank you. 这个纪念册来的。When is this taken? Is it in the 90s? In the 90s. 这个就是你，这个呢应该就是那个菜头。是的。哇，帅哥。Is this you? Me? How old? About 22. Oh my God, you got 6-pack.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因为我们一向来都觉得啦，当他们在做这个果的时候吧，一定是一个大圆盘，还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然后全部放进 steamer 里面嘛。OK。不过它的这个哈，一小个好像哦，就是好像菊柜的那个 container 吧 ，of course bigger 啦。How come the container is small and round? I don't know the father to your But because your father passed it down to you. 以前呢，我曾经有听过哦，这样小的一个碗来蒸的话呢，那整个果呢蒸出来就会比较均匀，熟的比较好。啊，也是有道理。哇，真的，你看。哇。1 hour. Steam for 1 hour. So everything you do by yourself. But my father brother, they teach me. Now you still do? Order. Factory square ones. 这里它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啊，它的果呢其实呢都已经是炒好了，它把这个油、菜脯、蒜泥，还有鱼露，还有黑甜酱都一起把它的底给炒好备用。Mr. Go, what about black sweet sauce? Your papa got put black sweet sauce? Only you. 所以古早味的白派的菜头粿呢，里头呢只是有油、蒜泥、鱼露、菜脯。Now, can you fry a white carrot cake for us? Okay. 所以我看见的呢，是老板先在一个很烧的锅里边放他已经预先炒过了的菜头粿，是，然后再放一点点的菜油在里面。打蛋，打蛋。Mr. Go, last time in the 50s, in the 60s, what kind of eggs do you use? My father, what kind of the big one? The bigger one. 所以以前是用鸭蛋的，可是现在因为现在没有鸭蛋，因为新加坡找不到鸭蛋了，所以现在全部都是鸡蛋了。然后又再加上这个菜脯，不过它的菜脯我这样子看哦，感觉上就好像那种生的菜脯哦。Me? Wait, I tell you. Okay. First. Close. Oh, get the. First, you want to put your put. Oh, get the oil. Push. Oh, crispy. Then off with this off. This? Yeah. The bird and baby. 撒上胡椒粉。 Yea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xcuse me. May I have this cheesy lobster carrot cake? Right, thank you. Hello，这是你点的，这是新加坡菜头粿。嗨，谢谢谢谢。你是 Chef Anthony 是吗 Yes Chef Anthony 你好。你好。坦白说了，刚才你拿过来的时候哦，我一看的时候，我有点吓到，看起来哈很像一个 pan pizza， 好像 Asian 的这个 pizza。哇，有 fork and knife 的 ，so I have to eat 菜头粿 with fork and knife。OK， 这样子看呢，它就是白派的菜头粿嘛。对。哦啦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mozzarella cheese。哦，是有点 Asian Western mix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fusion。对。
首先我要跟你说，它真的是好吃。当我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真的。一开始的时候，我 reminds me of Italian dish， 好像你在咬了一口 pizza。最后来的哈，就是我熟悉的白派的菜头果。对。我在想啊，菜脯跟 cheese 怎么可以拼凑在一起？不过它搭得上我。因为 cheese 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我是有选择蒙扎雷拉，所以它没有这样重的味道，所以它会比较融入这道菜里面，而不会去 overpower 那个本身的原味。OK， 那除此之外呢，你也把几样蛮重口味的东西也加进去，比如说肉松，对，还有那个紫菜，对。哇，你蛮大胆的哈。要 balance 那个 balance， 因为菜头果本身是一个咸味的东西，那如果吃太久的话，会越来越腻啊。所以肉松有一点甜味。它会让你继续这样吃下去。为什么会想说用了这个 Slipper Lobster 呢？我试过蛮多种的，就是配搭，但是口感那些都没有像龙虾、虾脯这样好的那个味道。海鲜会比较适合这道。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吃啊？这个菜头果的时候，对，你对它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好吃，因为它的蛋香味很重。我喜欢吃蛋，小时候。很久以前啊，他们都是用鸭蛋。鸭蛋会比鸡蛋香很多。我在马来西亚吃过，味道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层次会更高。谁教你怎么炒这个菜头果的？有去偷师吧？有去观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Bukit Timah 那间，在那个 Hawker Center 里面，他们的东西都是全部是自己做的，他们的菜头果是自己做的。张老板，哎，好，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老板，今天呢，同样的无事不登三宝殿，现在我们发觉到很多菜头果的那些摊主啊，都已经直接的就跟工厂拿那个果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们到现在还是坚持自己做那个果呢？19岁我就开始帮爸爸这样慢慢做，他就是一句话，要做就做得完成一点，不要给人家拿。按店对40年了，我还是这样，没有缺失，就是有始有终。有终。我们先看你主要的这个用料哈，所以我们这边有粘米粉，我们这边有油啊，然后这个牛奶呢？牛奶，你讲牛奶就牛奶。这个是那个白萝卜，我自己搅着水，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调一调。是，萝卜丝这样子，对。我不要，我用水，那个粉的 absorb things。白萝卜放太多了 ，it's very stiff， 味有点苦的。老板，这个水是不需要烧水的啦。这个不用，放烧下去你搅不动。啊 ，OK。全部硬下来。好，所以现在要搅了哈，你的 propeller 哈。啊，哇。你刚才用的那个粘米嘛，对不对？有没有分老米跟新米的？他们一箱一箱来这里，是有可能他会掺，他们掺过来我们不懂。有些时候如果是做的太软，我们就要加粉了。所以老板之后你就加了那个烧水，再加回一点点冷水，然后你就搅拌，给它搅到对，搅到移动可以，然后你就把它放去那个蒸炉蒸。要蒸多久呢？你小个大个都要4个钟头吧。所以现在你蒸的这个要4个半小时，然后拿出来冷却了之后，隔夜了你才用，对不对？原来如此，Chef Mandy， 刚才呢，老板在准备蒸东西的时候哦，我瞄到哦那边有个卖炒面的哦，他有乌巴叶嘞，因为乌巴叶现在我们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吗？或许我们跟他讨。好，老板你去炒果，我们去讨乌巴叶，来走。子承父业，继承的不仅是那门维系了全家温饱的生意，同时也守护了父亲一辈子用心治国的手艺。Hello， 弟弟你好。Hello。我对你手上的这几片叶子啊非常感兴趣。请问你啊，这是不是乌巴叶？对啊。外面买不到乌巴叶的哈，买不到。这样你是怎么拿来的？家里种的哈？没有 supplier。OK， 我跟你讲了，你可以施舍我们5片吗？要不然我跟你买啦，因为他很需要嘞，因为他很需要这个乌巴叶。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拿去哦。啊，真的啊，谢谢你了。可是这个乌巴叶哈有点小硬哈。啊，对。这样你们通常是怎么包起来的？蒸水大概2到3分钟这样，蒸了水以后我们才可以包。哦。可是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们会用这个乌巴叶哈来包你们的这个福建面啊？包了过后会比较香。真的啊，弟弟谢谢你哈，赶快走，拿了就走，快点跑。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还原呢那个白派的菜头果，还有黑派的炒果。现在呢，我先把那个白萝卜切成一个比较方便给你刨。OK， 好，所以刨白萝卜的时间交给你了哈。好，那个张老板哈，他不是直接说哈，现在呢他就把它搅成汁了嘛，对不对？是的。不过你今天却选择就是把它变成呢一丝一丝这样子的，是为什么呢？在古早时间是没有搅拌机的啊，是，所以是不是应该就是用这个最原始的方法来得到那个汁，然后再煮呢？所以我觉得哈，古早味的东西比较花时间呐，是没有走捷径的。所以呢，这个白萝卜丝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加盐是不是？你要多少盐呢？加2茶匙的盐。盐呢是一个会让萝卜丝出水，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水流起来。哎，很快嘞，你看那个水。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好，那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呢，就是做米浆。那你看到我前面这边有这个米哦，你觉得这个米有什么不一样吗？哇，这样碎的啊？对，其实这个就是碎米。有一个老板有告诉我们，其实在古早的时候做菜头果还有做那个炒果呢，他们是用碎米的。那这个碎米呢，我在昨天已经把它开始蒸泡了一整晚，那个米会变成比较的软，搅拌的时候呢，可以搅拌的比较幼、比较粉。OK， 好。现在我们要磨米。反正等一下都是要变成米浆的嘛，对不对？是的。所以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哈放点水在这边哈，跟那个米一起磨呢？你这样子分开来做的话，你等一下比较容易控制那个粘稠度，因为那个水的分量你还是可以调的。好，然后就是 sieve it right。 Yes。哦，你需要多少粉啊？需要大概900克。哎呦，真的是很冤枉咯。对咯。都没有多少粉而已，这样不是要磨到明天？好，那我们现在呢，前面有2盘粉哦，那我们要记得，这个是要来做白派菜头果的。等一下我们要加那个菜头进去，所以这个就是炒果的。是的。OK。记得你刚才不是已经把那个菜头已经真的很多水，很多了哈。是。我们就把这边里面的水分都挤进来。先给它的这边的水进去。是。来，加油 ，Brian。用一点力，我们的那个水分呢，一共是要用到660。现在我只在340而已。对啊，340。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加一般的水，差不多了。我们这边是要做那个白派的菜头果的，然后你就把这个水加进来，来搅拌，小心。哎，真的，你可以闻到那个米浆的那个味道哎。我们应该把那个油先放进来这边，跟那个萝卜丝放在一块儿。是的。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就要把这个滚水加进来。哦呀，那个张老板他就把那个滚水这样子烫进去 ，OK。那个热水一加进去的话，它就会开始凝固了，所以马上要搅。很好。然后其实张老板说，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进去那个蒸炉里面蒸了。可是我在家里照了他的方法做一次，做出来的那个效果其实是很奇怪的，那个它完全不会凝结，所以我就参考了一本也是古早味的那个菜头果的书，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方法。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菜头加进来。哦。然后再接下来，我和他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先把这个米浆先煮一下。煮到它结块，然后我们才放在盘里面进蒸炉蒸。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搅拌，也是搅拌。不过与此同时呢，还有准备的就是炒果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把这个粉呢给倒进这个容器里头，然后呢再把这个热水给倒进去。倒进去了之后呢，马上拿那个 whisk， 然后就 whisk it。哎，这个的分量好像不一样哦，你看突然间好像变成一个面团了哦。哎，这个的分量好像不一样哦，你看突然间好像变成一个面团了哦，是不是要加水呀？OK， 你加热水的时候必须是要边加边搅的，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的那个形状。啊，很好哎。
我今天不用去 gym 了。所以你这个炒果的米浆为什么会这么浓稠呢？是因为里面是只有纯米浆而已。然后我这边的这个菜头果呢，里面是加了菜头的，所以你看浓稠度就很不一样。应该比较稀一点的。好，我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已经是煮的七七八八了，你看它已经变成比较浓稠。好，那我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把菜头果的那个米浆放去我的容器里面，准备蒸了。手在里面先刷一点油，确保每一个角落啊都有，不然等一下我们脱模的时候也是会有问题的。好，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都可以各自的把它倒进那个容器里头了嘛，对不对？对。好，现在我先把我的这个倒进去啊，小心。然后我们就再做这个小的啦。所以呢，这个就是炒果的米浆，这个就是白派菜头果的米浆。是的。要蒸多长的时间？4个小时。4个小时啊？是的，那还不止哦。4个小时蒸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把它冷却、凝固，然后明天我们才可以把它切，然后才来还原。好期待这一刻的来临哦！我看啊，所有的食材呢都在这个桌面上了。Oh my god， 那个东西很丑，什么东西来的？是丑刀。其实这个呢是那个菜脯，它这个是用盐来把它腌制的。OK， 我们为了还原古早味，我们当然也是要找最原始的那个形状咯，所以我们会先把它震水。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切成小块，然后又再给它震。请问你今天有没有准备那个甜的菜谱？是没有的，因为那个老板不是说只有咸的吗？很早以前。哦，是哈。哦，这样的话要震久一点啊。接下来的嘞，我们就是应该要把菜头果切了。所以这个呢是那个菜头果的果，哦，有点小硬啊。哎呦，如果这个都这样硬了，这样这个不是石头？用米浆做的东西通常都会比较硬。1、2、3。Happy birthday to me。OK，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就切那个？是的，来吧。菜头果，让你做姜太公吧。其实这个是一条钓鱼线，我们要先切有菜头的菜头果。通过那几位师傅，他们每个人都说，哦，用鱼线真的是比较方便，你认为呢？哇，原来是有一点难切的哦。以前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切的嘞，我还是觉得很惊讶哦。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啊，如果是每天这样子做的话，熟能生巧，我相信他们的速度，然后再加上他们切割出来的，肯定比我们的美啦。OK， 终于切完了。这个呢就是炒果的，它颜色呢比较白，因为它是纯米浆。对的。这个呢就是白派的菜头果，它的颜色呢比较偏黄。OK， 现在我们要开始炒了。哦，我的天哪，那是蛋吗？是的。你找到鸭蛋吗？这个并不是鸭蛋哎，太不好意思了，鸭蛋你必须要到马来西亚走一趟。所以我近期呢只找到了那个干绑鸡蛋。是。好，所以这个已经是最接近我们的古早味啦。好，所以要先炒白的还是黑的？我们先炒白的吧。好，等一下，你真的是找到了一个 skillet 啊！这个锅哦，非常之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 cast iron 的锅，这样子的那个锅受热会是比较好的。是。真的是第一次和这个锅见面呢。Hello， 哇，你闻到了吗？这是什么的味道？香味扑鼻，猪油。我们就听到吗？那个声音。你看，如果你在家里做的话，不会这么快有这个颜色的。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放啊，来呀，你放吧，蒜蓉。放一点菜脯吧，那个猪油的香气哈，真的是太正点了。好，然后我们记得白色的哈，我们是要把它切碎的是吗？是。哎呦，出白灯我真好笑。OK， 现在我可以来一点鱼露吗？可以。OK， 我们来加蛋吧。加蛋。来。多一粒，有不一样哎。对，那个蛋黄很黄。那天我们到那个老吴，那个吴老板就教我说，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哈，你就不能够搅拌它。是因为你要把它整个哈，把它变成好像一大块的嘛。是对的 ，OK。似模似样的，然后真的是有那个菜头果的味道哎。啊，这个很像，这个很像，这片很像。漂亮！
然后再撒上青葱，加胡椒粉。哇 ，very nice。加上那个盘子很有 feel。这个我们卖4毛钱呢。现在呢，我们要预备的就是炒果了。OK， 好，来，用的是那个比较白一点的那个米浆做出来的那个果。然后我们也是做同样的动作吧，这一次我们就要做的非常的细心，因为我们不能够把它砍碎。这个我会有点失望了，因为不能放鸡蛋。对 ，Brian 那个蒜蓉来，是，好，放多一点啦。 OK， 菜谱我们是有放的，来，不要太多，1茶匙，对，其中的一个档主他有说过，黑派的里头也是有放点鱼露的。是的，是的哈。对，哦，来 ，OK，Brian，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你最喜欢的黑甜酱。 ，OK， 来，马上那个黑甜酱的那个味道就是扑鼻而来。现在呢，感觉上我好像是在某个小贩中心里头，古早味的那个炒果，所以它长得是这样子的哈。我根据老板们的那个口述，我想象的应该是这样了。好，现在我们要把它盛盘了哦。哇，这个叶子呢就派上这个用场了。这个就叫做什么叶呢？乌巴叶。乌巴叶。好，青葱在上面，最后还要加上胡椒粉。OK， 够了。如果让我来选的话呢，我一定会选择先吃这个炒果。不过，我觉得我要给白派的菜头果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先吃这个白派的菜头果，因为它的口味比较淡，黑派的比较重。哎呦，你可以赶快说你的感想。我在找那个味道。怪的是我吃不出那个菜头的味道。虽然我知道你的菜头放的很多，蛋香的确是有，淡淡的鱼露也有，菜脯肯定有，因为我有咬到，不过呢，圆了整道菜的那个味道呢，最主要的味道呢，猪油。是吗？有那个猪油的香气在那边，一定要吃到有蛋的地方，因为蛋呢就是那个保留了所有味道的那个 binding agent。坦白说，如果古早味的炒果是这个味道的话，我不介意回到1950年，因为这个好吃哎。重点是它有那个火黑在那边，然后你的这个甜酱那个火候拿捏的真的是很好，因为它有一点点焦，不过呢还保留着那个甜味，然后整个口腔呢都是那个猪油还有那个蒜泥的那个香气。然后刚好我又吃到那么一小块的那个菜脯，它就圆了整道菜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味道。我很感动哎 ，Thank you Mandy，Thank you。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糕点的师傅，是。我觉得哇，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让我又可以做另外的一个领域的一个 carrot cake。我觉得这个经验实在是太珍贵了。有时候呢，我们呢虽然说过去已经是过去，我们只能缅怀，对不对？我们要迈向未来。不过偶尔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来，继续吃吧。